欢迎来到今天的解析，我们直接进入重点吧。我们常说啊，肌肉其实就像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健康存款，对吧？它不只帮我们储存能量、维持代谢，还能预防跌倒、失能。不过，要增加这笔存款，对某些人来说真的是超级困难。今天我们就要来破解这个难题，带大家认识一把能够安全启动肌肉生长的生化钥匙。说到增肌，你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是不是狂吃肉或者狂灌高蛋白粉？但你想想看，如果这套公式放在完全不吃动物的素食者身上，或者是必须严格限制蛋白质摄取的肾脏病患者身上，那简直是一道跨不过去的高墙啊！难道不吃肉或者不能吃太多蛋白质，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肌肉慢慢流失吗？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关卡呢？为了彻底解答这个问题，我们今天的解析会涵盖4个重点。首先是传统增肌的两难困境，接着我们会介绍 BCCA 这把启动肌肉的生化钥匙，然后谈谈为什么你仍然需要完整蛋白质，最后会给大家安全实践与黄金准则。好的，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部分，传统增肌的两难困境。素食者和肾脏病友其实面临着完全不同但一样棘手的困境。我们先看素食者，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建材不均。植物性饮食虽然对心血管很好，但植物蛋白往往缺乏足够的关键氨基酸，尤其是白氨酸，这就导致合成潜力比较弱。就算吃了一大堆豆类，增肌效率可能还是跟不上。那另一方面呢，肾病患者面临的是废物处理危机。蛋白质分解后会产生氨酯类的含氮废物，这对肾友来说是直接的毒害。你看，一个是材料缺乏，另一个是代谢负担太重，两边的痛点完全不一样。尤其是肾脏病患，他们的处境真的非常危险。为了保护器官不被毒素破坏，他们必须把每天的蛋白质摄取量严格压低，在每公斤体重 0.6 到 0.8 克。但代价是什么？当外来蛋白质不够的时候，身体为了活下去，就会被迫去吃掉你现有的肌肉，这会导致严重的负担平衡，最后甚至引发可怕的肌少症。这真的是一场为了保命而不得不牺牲肌肉的痛苦拉锯战。那么，到底该怎么打破这个僵局呢？让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BCA， 也就是启动肌肉的生化钥匙。现代营养科学真的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救星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人体内制造肌肉的过程，其实是有一个叫做 mTRC1 的总开关在控制的。而 BCAA 里面的白氨酸，它不只是单纯的建筑材料哦，它更像是一把信号钥匙，可以直接精准的把这个 mTRC1 开关给打开。这对素食者来说简直是太棒了，因为只要补充 BCAA， 就能瞬间弥补植物蛋白质天生在启动信号上的弱势，立刻发挥出强大的肌肉合成作用。而且啊 ，BCCA 有一个超级独特的生化超能力。一般的氨基酸吃下去之后，都得先到肝脏这个大工厂去报道做初步代谢。可是 BCCA 居然可以直接绕过肝脏，吃下去之后，它会直接进入骨骼肌等周边组织，马上被吸收利用。这种跳过繁琐程序，直达目的地的特性，让它可以立刻上工，完全不会增加身体主要过滤器官的负担。顺着这个绕过肝脏的逻辑，你大概就能懂为什么 BCAC 是肾病患者的保命符了吧？研究发现，在严格的低蛋白饮食下，额外补充 BCAC， 不只能减少刚刚提到的那个可怕的负担平衡，更神奇的是 ，BCAC 在骨骼肌代谢的过程中，还能顺便帮忙清除身体里多余的氨毒素。这等于是说，它不但没有增加肾脏的过滤负担，反而还帮忙清理垃圾，同时又给了肌肉强烈的生长信号。这真的是完美破解了肾友的两难啊！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说：哇 ，BCAA 太神了吧？那我只要狂喝它就能变猛男了吗？等等，这其实是很多人常犯的迷思。这就来到我们的第3部分：为什么你仍然需要完整蛋白质？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。
如果把长肌肉当作是在盖房子， BCAA 就像是拿着大声公的工头，工头负责发号施令，大喊大家上工啦，开始盖房子，这就是所谓的启动信号。可是你想想，如果工地上半块砖块都没有，工头喊到破音也是盖不出半点东西的。而这里的砖块其实就是指完整的9种必需氨基酸。没错，只有工头没有砖块是一点用都没有的。肌肉合成绝对不能只靠 BCAA 单打独斗。对素食者来说，补充了 BCAA 启动开关之后，你还是必须吃够完整植物性蛋白质，像是大豆分离蛋白，或者是把谷物跟豆类搭在一起吃，来凑齐所有的必需氨基酸。一定要记住，信号再怎么强，没有实质的材料，肌肉是绝对长不出来的。既然我们搞懂了工头跟砖块的关系，接下来进入第4部分，安全实践与黄金准则。这是攸关健康的最实用指南，大家一定要仔细听。首先，我们要看的是比例。目前科学界最推荐的 BCAA 黄金比例是2:1:1，也就是白氨酸占一半，异白氨酸和缺氨酸各占1/4。为什么非得是这个比例呢？因为这个配方最能完美模拟人体肌肉天然的需求。如果你盲目去追求极端高浓度的白氨酸，反而会打破身体里氨基酸的平衡，那可就弄巧成拙了。那到底该吃多少呢？临床上的建议数字大约是每篇10到15克，通常女生一天至少10克，男生大概至少15克。或者你也可以用体重来算，差不多是每公斤体重200到500毫克。你可以把这些分量拆开来，在餐跟餐之间吃，或者在运动前15到30分钟，甚至是运动当下配着喝，让肌肉在最渴望营养的时候立刻收到信号。不过，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一个极度严肃的警告：如果是肾病患者，千万不能因为听到 BCAA 对身体好，就自己跑去买来狂喝。因为 BCAA 本身还是含有氮的，它必须严格的被放在你的低蛋白饮食计划里面去精算，只能当作辅助。如果你自己乱喝，体内的氮废物还是会超标，反而会把肾脏搞坏。所以一定要在医生跟营养师的严格监督下使用，这绝对不能开玩笑。除此之外， BCAA 也有一些医学上的禁忌症，比如有一种罕见遗传疾病叫做疯糖尿症，这类患者是绝对禁止使用的，因为他们的身体根本没办法正常代谢这些支链氨基酸。另外，如果你本身有严重的胰岛素阻抗，或者是代谢症候群，吃太多 BCAA 也可能会让病情恶化，这些都是补充前一定要让专业医生评估的风险哦。最后，在买产品的时候，请务必拉高你的标准，特别是肾友，身体排毒的能力已经受限了，绝对不能再吃进任何隐藏的毒素。请坚持挑选有标示植物发酵萃取的产品，这不但对纯素食者友善，更能避开那些用禽类羽毛或动物废料去化学萃取的廉价品，减少重金属污染的风险。同时，强烈建议要求厂商出示第三方实验室的检验报告，确认重金属跟塑化剂都是零残留才安全。总结来说，有了 BCAA 这把精准的生化钥匙，再配上完整的植物蛋白，或是严格的低蛋白饮食控制，无论是素食者还是肾友，真的都能安全地按下肌肉流失的暂停键，甚至逆转劣势。肌肉不仅是力量，更是我们生活的尊严跟活力。只要在医疗专业的指导下，科学地运用它，这座看似跨不过去的高墙，其实早就有一扇门为你敞开了。那么，在了解这些细胞层级的运作机制后，你准备好利用这项科学武器，重新夺回身体的主导权了吗？希望今天的解析对你有帮助，我们下次见。